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大实话节目。我是主播张志宏。退休前，我在一家大型安养院担任副院长，在长照领域摸爬滚打了一辈子。这一路走来，我看过数不清的生离死别，也经手过成千上万个家庭的喜怒哀乐。以前在安养院，我每天早上巡房看到的不仅是病历表上的数字，更是每一位长辈背后真实的人生故事。有的长辈90岁了，还能在院区的花园里跟志工有说有笑，甚至还能帮我们照顾新来的老伙伴。但也有些长辈才刚过70岁，眼神就已经暗淡无光，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，日子过得漫长又煎熬。这几十年的临床与行政经验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件事，那就是长寿本身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终点，有尊严、有品质的长寿才是我们真正的福气。常常有家属或晚辈问我，张院长，到底怎样才算是晚年幸福？是不是要给爸妈住最好的 VIP 房，请最贵的看护才叫孝顺？其实根据我的观察，晚年幸福的标准真的不在于你存折里有多少个零，也不在于你退休前当过多大的官。今天我想结合我在安养院30多年的观察，以及国际上一项非常有名的哈佛大学研究，来和大家掏心掏肺地说几句真心话。我们先来谈谈70岁这个年纪。在医学统计上，70岁往往是一个分水岭。虽然现在平均寿命提高了，但70岁之后身体机能的衰退速度确实会加快。如果在这个年纪你具备以下这3个特征，那恭喜你，你的晚年生活质量绝对是顶尖的。第一件事就是你的身体还能够完全自理。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要求不高，但实际上能做到的人真的很有福报。我在医院里见过太多案例，70岁之后，如果还能自己穿衣、吃饭、洗澡、上厕所，不需要依赖老伴或者子女，那不仅是你自己的尊严，更是全家人的幸福。我印象很深，以前有一位住在医院附近的老邻居，大家都叫他林阿北。他70多岁的时候，平时看起来身体还硬朗，但忽视了高血压的控制，结果突发中风，导致半身不遂。起初他还能勉强扶着墙走几步，但因为缺乏专业的康复训练，后来情况恶化，除了躺在床上，就只能坐在轮椅上。各位试想一下，吃喝拉撒全部都要靠家人照顾，这是什么概念？林阿北的子女都很孝顺，从来没有一句怨言，但我每次去探望他，都能看到他眼里的愧疚，那种因为自己无法自理而给家人带来负担的心理压力，往往比身体的病痛更折磨人。所以我常跟我的病人们说，保持身体的自理能力在70岁之后尤为重要。我们要注重健康的生活方式，保持肌肉力量，尽可能延缓衰老。这样不仅能让自己活得有尊严，也能让家人感到宽慰。第二件事是你的头脑还一如既往的清醒。我们常说的老糊涂，其实指的就是认知功能的退化。有些人过了70岁，虽然身体看着还行，但脑子开始糊涂了，记忆力每况愈下，刚讲过的话转身就忘，甚至连回家的路都认不得。我在门诊遇过一位72岁的退休老师，身体壮得像头牛，但脑子已经不清楚了。他说话开始语无伦次，甚至出现了一些妄想的症状，总觉得家人要害他。虽然还没有确诊为重度失智症，但这种趋势已经让全家人疲于奔命。头脑清醒是从始至终都至关紧要的事情。70岁只是一个起点，如果我们不重视大脑的保养，接下来的岁月将会更加艰难。所以我建议大家平时要多动脑，不管是看书、下棋，还是学习新事物，甚至适度的打打麻将，都要让大脑保持活跃。左右脑都要适当活动，争取活过70岁以后，头脑越发清醒，既不困扰自己，也不为难儿女。关于头脑清醒，除了要动脑，还有件事我一定要唠叨2句，那就是用药安全。台湾的健保很方便，很多长辈不舒服就看医生，今天看心脏科，明天看骨科，后天看肠胃科。
结果每个人都给我拎着一大袋药进来，一问之下，一天要吃10几种药，药物之间是会打架的。很多时候，长辈头晕、记性变差，整天迷迷糊糊，并不是真的老糊涂了，而是药吃太多、太杂产生的副作用。如果您或您的父母正在服用5种以上的药物，下次看诊时，请把所有的药都带去，找一位家庭医学科或老年科医师帮您整合一下减法生活，有时候比加法更健康。第3件事就是跟老伴还能够其乐融融。拥有一个老伴并不代表就一定快乐。有些长辈虽然有伴侣，但两人在家里就像冤家一样，3天一小吵，5天一大吵，甚至到了晚年还要闹离婚，这就叫做怨偶。这样的晚年生活怎么能叫幸福呢？前阵子我和一位老同事吃饭，他一直唉声叹气，一问才知道他家里的老伴一直闹着要分居，家里整天鸡飞狗跳。他感叹说，把自己一生的努力都倾注在家庭上，结果到了晚年，家里却是一片混乱，根本指望不上老伴的互相照顾。从70岁开始，如果您的老伴还健在，而且身体健康，那真的是天大的缘分。在这个年纪，应该以和谐相处为重，多一点包容，少一点计较，放下年轻时的那些脾气和执拗，放下你对我错的争执，这不仅仅是为了对方，更是为了你自己。因为到了这个岁数，能够互相扶持，共同面对衰老挑战的人，只有你的老伴。只有家庭和睦，我们才能享受美好的晚年生活。当然，我也知道人生无常，有时候老伴不一定能陪我们走到最后。所以，除了珍惜老伴，我还想给70岁的朋友们开一帖处方，那就是要把老朋友找回来。很多长辈退休后，生活圈就只剩下家里这几坪大。哈佛的研究也提到，社交活跃的人大脑退化得更慢。不管是去公园下的骑友、教会里的教友，还是社区大学的同学，这些老友是您晚年的第3道防线。万一有一天老伴先走了，或者儿女不在身边，这些老朋友能陪你说话、晒太阳，这种心灵的寄托，有时候比吃补药还有效。说到这里，如果您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不妨给这个视频按个赞，或者分享给您的老伴看一看，告诉对方，老伴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当然，70岁的状态往往是由70岁时的基础决定的，70岁可以说是生命的决定期。为了能在那时候轻松完成前面说的3件事，我们在70岁左右就要重点把握好3个生活细节。如果你能轻松做到以下3点，长寿就是可期的。首先是还能够轻松吃饭，并且食欲比较好。俗话说，民以食为天，人的生存离不开吃喝。但对于老年人来说，吃好饭不仅是能吃，更要会吃。我观察过很多长寿的长辈，他们在饮食上都有一些共性，既不暴饮暴食，也不会饥一顿饱一顿。随着年纪增长，我们的牙齿咀嚼能力和肠胃消化能力都会下降。如果在70岁时，你还能保持良好的食欲，牙齿能咬得动，吞咽没有困难，那说明你的身体机能还非常棒。吃饭要适时且适量，无论是吃什么、吃多少，都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。在这里，我想特别以此提醒各位好朋友一个医学概念，叫做肌少症。我在门诊常看到很多长辈为了控制血压或血脂，这也不敢吃，那也不敢吃，整天喝稀饭配酱瓜，结果呢，人是瘦了，但肌肉也都没了。各位要记得，腿是人的第2个心脏。70岁以后能不能不坐轮椅，关键往往不在于你跑得有多快，而在于你的大腿还有没有力气。如果你发现自己拧毛巾开始没力气，或者过马路时步伐变得很小很慢，这就是警讯了。请务必在饮食里多加一点豆腐、鱼肉或者鸡蛋，把肌肉留住，就是把自理的尊严留住。其次是还能够轻松大小便，并且有规律。这听起来可能有点不雅，但在医学上，这是判断健康状况非常重要的指标。吃喝拉撒是人生必经的过程，排泄顺畅代表你的消化系统、代谢系统运作正常。如果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出现便秘、腹泻
或者尿失禁等不正常的现象，那真的是值得庆幸的事。尤其是老年人，便秘往往会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因此，我们在注重吃喝的同时，必须注重拉撒。多吃富含膳食纤维的食物，多喝水，保持规律的排便习惯，这对于7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是维持健康的关键。再来是还能够轻松睡着并且睡好觉，这对于很多老年人来说甚至成了一种奢望。年过70，褪黑激素分泌减少，睡眠变浅，这是生理规律。但如果你还能做到顺其自然的入睡，睡眠质量尚可，那你的身体修复能力就还在。睡觉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，既是为了休养生息，又是为了蓄势待发。如果长期睡不好觉，不仅精神状态差，还会导致血压升高、免疫力下降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大困扰。如果你过了70岁，还能做到不过早睡觉，不过早起床，夜里不起夜或者起夜次数少，第二天醒来精神饱满，那恭喜您，这绝对是长寿的积极因素。除了吃喝拉撒睡，我还想特别提一下运动。生命在于运动，但对于70岁的朋友来说，轻松运动、适度运动才是王道。不是非要去跑马拉松才叫运动，明智的运动是适合自己的。比如我们去公园散步，打打八段锦，或者简单的伸展操。不合时宜的剧烈运动不仅过犹不及，甚至会适得其反，造成关节磨损或意外受伤。我们要留心自己身体细节的变化，这些变化不仅影响寿命，也是身体机能的晴雨表。讲完了身体层面的指标，我想带大家把视野拉得更宽一点，到底什么是美好人生？说到美好人生，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可能是金钱、名望和成就。当然，这些很重要，有钱往往使人更容易获得物质上的满足，也能拥有更多的选择权。但是哈佛大学有一个持续了80多年的成人发展研究项目，他们跟踪调查了724个人的一生，试图找到人生赢家的真正秘密。哈佛的研究者并不是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者，他们在定义完美人生时，金钱确实是成就指标之一，但他们发现最终被定义为10项全能的人生赢家大概只占了1/3，而这群人之所以能赢，除了事业和金钱，更重要的是以下这几个关键因素。第一，最好有温暖的童年。如果您拥有温暖的童年，即使现在已经垂垂老矣，童年被爱的经历依然可以温暖您的内心。这可能是世界送给我们的一份最治愈的礼物。哈佛的研究发现，幼年得到过爱与温情的人，长大后更容易交到朋友，更容易建立稳固的亲密关系，事业也更容易成功。当然，肯定有朋友会问，陈医师，那我的童年很不幸，是不是就没机会了？并不是的。研究者乔治·维兰特说过，虽然吃饱肚子的人更能为别人着想，而遭受过苦难的人容易采取自我保护的策略，但童年并不决定你的一生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只要你愿意去修补，童年的负面影响会越来越小。这就引出了第二点，要找到爱，并且要以接纳爱的方式来行事。一生很短，也很漫长，时间会慢慢治愈曾经受过的伤，但曾经得到的爱却不会褪色。无论你过去经历了什么，从现在开始学会去爱别人，也学会接纳别人的爱，这种爱的能力是晚年幸福的基石。第三，形成并维持良好关系的能力，这不仅仅限于爱情，还有友情和亲情。哈佛研究得出的最重要结论之一就是，良好的关系让我们更快乐、更健康。这就像一张安全网，你身边温暖的关系越多，这层保护网就越厚。即使你在人生的攀登途中失足跌落，这层网也会拖住你，让你有养伤休整的机会。童年糟糕的人完全可以通过建立新的良好关系来翻身。长大成人意味着一件事，那就是你可以主动选择去建立你的安全网，你可以自己织网。第四，千万不要酗酒。这一点我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大家，在我们台湾的社交文化里，有时候免不了推杯换盏。
但哈佛的研究第一次明确指出，酗酒往往是生活不幸的起因，而不是结果。很多人以为是因为失业、离婚、穷困潦倒了才去喝酒消愁，错。数据显示，往往是一个人先开始酗酒，酒精损害了他的大脑判断力，让他变得情绪不稳定、好斗、神经质，然后才导致了家庭破裂、事业失败。酒精会让你的人生脱轨，让你的亲人痛苦。所以，为了晚年的幸福，请务必适度饮酒，最好是能戒酒。第五，每个人都可以成长，这是哈佛研究给我最大的感动。人是可以终身成长的，即使是在中年时仍然苦闷、生活不如意的人，也可能通过调整心态、改变生活方式，拥有一个十分幸福的晚年。促使每个人成长的动力不同，但相同的一点是，每段人生里都经历过痛苦和挣扎，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从现在开始改变。最后，真正的人生赢家还有一份豁达。我看过很多长辈在身体还健康、头脑还清楚的时候，就找时间和家人坐下来，聊聊自己如果不舒服了，想要什么样的医疗方式。这就是我们现在常说的预立医疗决定。不要觉得触霉头，这其实是对家人最大的爱。把这一关安排好了，你心里的石头放下了，对于死亡不再恐惧，剩下的每一天你都能活得更纯粹、更由衷。这才是70岁后最高级的智慧。各位好朋友，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，从70岁的身体指标，到70岁的生活习惯，再到哈佛大学的人生智慧，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想告诉大家，当我们老了，不管现在的处境如何，只要我们努力认清自己，把握好当下，从现在做起，从每一顿饭、每一个觉、每一次与老伴的温和对话做起，我们都能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健康长寿之路。70岁不是终点，而是另一段美好旅程的起点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。如果您觉得今天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，请不要吝啬您的按赞，并欢迎您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，让更多人受益。感谢您的观看，祝大家都身体健康，晚上生活能够活得有品质，活得有滋有味。我们下次节目再见。